示范这个款式的十字交叉款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我们的版型翻到背面来，然后在这个斜线上面，这个右手边这边都把它做一个记号，从1号、2号、3号这样开始编号码下去。到9号，那我们这一个做法的话，是不是会看到宽的组面跟窄的组面？首先我们会先编宽的，把宽的都编好了之后，再来编窄的。那宽的编完的时候是这样子，然后编完这个步骤之后，我们再去穿窄的组片，就会完成到变成这样子的状态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准备宽的组片，然后把这个头端呢的这个尖角呢都把它修剪一下，这样会比较好穿。好，然后选一个喜欢的颜色，我从蓝色先开始。那我们第一步呢就间隔的穿1、3、5、7、9，然后从右上穿到左下，用一上一下的方式来编织。一下一上，一下一上。然后穿到对角线对面。不好穿的话，可以放在桌上，然后右手把它往前送，那左手呢从后面帮忙把它推起来或压下去。然后大概凸出来一点点到对面这边的时候就可以了，然后后面这个多余的组片就把它修剪一下。就这样1、3、5、7、9依序把它穿完。最后9这边只有1格而已。可以用这个剪下来的比较短的组片来编。那这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上面应该还缺一条。对，如果是间隔一排的话，那这边还缺一条。这时候就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再把这个补上。好，那我们翻到正面来看，我们已经穿完一个方向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穿第2个方向。如果不确定要穿哪边的话，一样可以先编号。那这次我们会穿2468，从这边穿进去，可以转过来。然后换灰色，一样就是穿到对角线的方向去，穿到底，然后再把多余的修剪掉。
穿完2468了，那再来的话，一样检查一下上面是不是还有没有穿到的。如果说是间隔一排的话，这排灰色，然后空一排，然后再来是这边比一下看长度还够不够，不够的话可以继续使用这一条。OK， 这样我们宽的竹片都编完了，翻到正面来看，这样子宽的十字就都出来了。然后这样子其实也蛮漂亮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造型的话，也可以就停在这个步骤，然后把它贴到笔记本上面就可以使用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穿细的竹片。那跟刚刚一样，我们就是翻到背面，然后把这个空格啊都用对角线来把它填满。细的就比较好穿了，因为它比较窄，一样是一上一下、一上一下的编织。那左手帮忙压下去，跟从背面把它推上来。那右手的话就把竹片从对角线这边松一点进去，然后左手把它推上来，然后多余的竹片剪断。如果长度还够的话，这边可以把它补满。那我这边的设计的话是这个同一个方向的都穿一样的颜色，这个浅蓝色。现在又穿完一个方向了，我翻到正面来看一下。一样，如果你很喜欢这个花纹的话，这边就可以就是拿来当做成品了。那最后我们是还缺这个方向的，再把它编进去的话，每一个方格都会变成十字交叉。好，那就转过来这边，再把对角线给穿满。穿满就完成啦。那可以微调一下它的有没有置中，竹片有没有置中。好，那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就再翻回背面，然后把四边都粘上双面胶。然后我们准备笔记本，在喜欢的位置上画一下线。然后就可以把它粘上来。好，那我们的飞花手札就完成啦。然后我们这一组作品呢，好玩在于呢，我们还有很多种变化哦。像我们这个十字交叉款的话，我们只要透过不同的竹片的颜色啊，还有它竹片宽窄的组合啦，或是竹片不同条数的组合，都可以变化出很多种造型哦。那大家还有什么创意的想法吗？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留言告诉我们哦。